长城灵魂的新款的巡航车已经在我身后了啊，摆了一排了。那这款车跟他们之前已经发布的那个全球首款的8缸加8DCT 的这个休旅车实际上是同一个平台，但是从外观上已经能看出一些差异啊。那这款巡航车究竟表现怎么样？这条视频将会详细的告诉你们。先来看外观吧，外观呢依旧是这种超级长轴距啊，实际数据呢跟休旅车是一样啊，1810毫米啊，非常的长，而且这个坐高呢进一步降低了，应该说从操控从这个上手的程度来讲，比之前那个车更亲民了。它的设计呢就是一个巡航车的设计，所以把之前的一些车头前面的包覆啊这种醒狮元素取掉了，进而呢换成了一个圆形的大灯，然后这个大灯呢我个人感觉特别像是那种复古的蒸汽火车的那种灯一样啊，前面会伸出来一截啊。这两个转向灯也是这种子弹造型的啊，很酷啊。然后这是一个黑色，那边呢还有一个红色啊，包括还有一个白色，这跟休旅车的版本啊 SL 是一致的。这个车的型号被定义为 CL， 给你们看看这一面，我觉得这个角度是最好看的啊。显得很修长。动力系统还是这套2000cc 的水平对置的8缸加8DCT。我之前还在猜想他们想要发一款更亲民，然后这个价格也会更低的这个版本，可能会取掉8DCT啊，但是并没有，还是采用了这个同平台的动力系统。那同时呢，也是这个轴传动啊，这个是没有取消的。不一样的就是除了这个本身的车头罩、醒狮罩以外，其他的都差不太多啊。这个地方是把之前的水箱啊，这个散热片之前是更高一点的位置啊，现在是放到了这个发动机更朝下的这个位置了。减震也不太一样，这个是一个圆形的啊，圆筒状的，更传统一点的这个减震。前减震系统还是采用了这种叫做3层平行连杆啊，这是第一层这个车把和车头，第2层在这儿，第3层在这里啊。也就是说，它的这个车把控制的转向这根轴啊，跟前面减震它并不在一个轴线上好处就是通过这样的多层连杆的形式呢，把地面上的起伏啊，然后这种冲击力啊彻底的过滤掉。那实际的驾乘起来啊，就之前的休旅车来讲也是非常的舒服啊，路面的所有的冲击力并不会对我们骑行者的这个车把造成任何影响。然后配了一个小风挡，这个风挡呢坦率讲啊，我自己觉得没有那个休旅车的那个大车头好看啊，显得有点草率啊。我个人觉得这个风挡啊，如果是我自己来骑的话，我觉得把这个风挡是不是取了会更好看一些呢？这个风挡显得有点跟这个设计语言融不进去啊。还有这个仪表，之前的这个休旅车的仪表呢是一个大的电视啊，这个采用了一个更小一点的一个圆形的仪表。这个圆形仪表的味道是对了的，它也是一个全彩，虽然屏幕尺寸减小了，但是功能并没有减少啊，就是包括导航，然后这个 OTA 升级。车机互联和手机、车机蓝牙连接和头盔的蓝牙连接这些功能都是保留了。然后这个电子的手刹、座椅加热，这个车虽然是这个看起来像单座啊，但实际上这是一个设置了一个双座。当然，这样的一个巡航车呢，更多的还是照顾到骑行者的这个座椅，所以它的后座肯定是没有休旅车 SL 那么的舒适的，也没有一个尾箱了。但是呢，配备了有2个前后座椅的分开的座椅加热啊，肯定这个电动的风挡也没有了，自动挡、手动挡的切换啊，定速巡航这块都是有的。这个蠕行模式，也就是这个低速的前进和后退啊，一共是8个前进档，一个倒档，这个还是依旧是标配了，靠这前后2个拨片来实现前进和后退低速的蠕行模式。这个车呢，并没有配一个3厢，或者说像之前那样的一个电动的2个尾箱啊，只配了一个机械的，应该是用钥匙来开的啊。然后开的看这儿这2个合页在这边啊，所以这个是朝外开。这样朝外边开呢，好处呢就是挺好看的啊，然后呢跟整个车的这个一体性挺好，但是呢缺点就是朝外开呢，它不是那么的方便啊，不像朝里开啊，我们站在这个位置就可以把东西放进去了，不行，我们得人转过来才能把东西放进去。所以便利性上会差一点。来给你们看一下2个边箱的大小，比较薄啊，头盔是别想了，瓢盔可能都得
这样竖着还薄点的小点的条盔才行。是一个机械锁，钥匙插进去锁了以后，然后得往下摁着点啊，就打开了。做工来讲还是挺不错的，但是尺寸应该是比之前的修理车要小很多，要薄很多啊。整个车呢依旧是采用了这个电子避震啊，前后都是电子避震，全部靠电脑来计算的。3个骑行模式跟之前是一样的。旅行、运动和雨天，这个骑行模式依旧是给到了。刹车系统跟修理车是一样的 ，Brembo 的镜像卡钳双碟，减震也都是差不多，但是这个前面的这个圆形的这2个减震会跟之前的铝合金的这个减震会有什么不一样呢？现在还不知道啊，待会儿骑起来看。进入到试驾环节了啊，除了这个红、白、黑这3个颜色以外，我试驾这台是个绿色啊。但是这些颜色应该还没上市。坐上来感觉，我觉得它这个车把会比起修旅版会好像更宽一点啊，还是更靠近驾驶者一些。然后这个是一个没有风挡的版本，我觉得没有风挡会更好一点啊。点火也不需要捏住离合啊，直接给就行。第一M1。手动挡就是靠这个拨片就实现加档减档。那但是我先用 D 档吧。哎呦，先走一走直线看一看。那别看这么大，骑起来挺轻巧的。绕这样的小八字没问题啊，没问题。我刚蹭了一下脚踏啊，那这车的极限明显比修理车大很多啊。咱们试一下刹车啊，给点速度。哎呦，刹车依旧是，非常的线性啊，非常的线性。我觉得得益于这个前面的多连杆这个结构啊，所以整个车头也会很轻巧啊。一方面是这个动力，足够的平顺，8缸加8 DCT 啊，动力和传动系统都足够的平顺，然后再加上这个车头连杆的这个结构呢，也会很轻巧，所以整个车你不会觉得它是一个这么大的重量和这么大排量的车啊，反而我觉得就是一个。可能中量级500到700 cc 这样级别的一个车的骑行感觉，毫不夸张的讲啊，试驾这台车让我想起了我当时第一次试驾金翼的时候的感觉啊，也是在这样一个场地内，也是这样的一个绕桩筒的活动啊。一开始车很大，然后呢心里其实还是蛮有压力的，但是呢你骑顺了以后骑熟了以后，上手了以后，就觉得好像还挺好骑的。总结报告啊，长城灵魂的新款的巡航车啊，我自己觉得会整个比起之前的休旅车会更好骑一些啊，重量也会更轻。配置上虽然比起休旅车会减了一些配啊，但是这些减配的部分呢，我自己是没有那么在意的啊，比如音箱，比如说后尾箱，然后反而是这个新款的巡航车呢，它会更强调这种裸露的金属感，所以我自己还会更喜欢这种风格一些啊。当然，它依旧是这个动力平台还是沿用的 S2000 的这个动力平台，所以依旧非常的顺啊，动力储备也足够的强大，骑行起来呢，你会觉得还挺爽的，并不像一个那么大那么重的车。主要原因呢，还是它的动力和这个传动系统呢足够的顺，足够的丝滑，然后再加上它的这个前边这个3层平行的连杆这个设计，让车头和转向啊异常的灵活和轻巧。所以整个的骑行质感是非常不错的，所以这个车各个方面来看吧，我自己觉得还蛮期待它的啊。额外说一句啊，对于车辆啊，在我试驾之前，我其实蛮期待它能够减配多一点，比如说不一定给到那么多的骑行模式啊，甚至是6轴的 IMU 都可以省掉，那是不是可以把价格拉得更低呢？那今天我到了长城的这个徐水试车场来具体试了以后，并且得到官方的消息，就是目前这个车等同于还是减配的东西都是跟核心部件没有关系的，音响、座椅、前车头，所以这样来看的话，我的预估这台车不会降到特别厉害啊。在26号的晚上啊，长城灵魂的新款巡航车就将公布价格了，你们可以大胆猜测一下，这台新的长城灵魂的 S2000的 CL 啊复古巡航车究竟会卖多少钱？